接下来就是我们跟屏幕前的大家互动的一个环节，由判断，对，是非题。那作为我们宇宙游乐场的首席主理人啊，想问一下我们的小鱼，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呢？我在工作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说实话，大家都看着我不太好回答。我觉得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领导，至少能和员工们打成一片。当然了，不是我打大家。好，那我有一个小问题啊，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找你过这个 OA 审批，你会过得最快呢？为什么有人说我眼睛真的不大？我想一下 ，OA 审批吗？我觉得我早上过 OA 审批会更快，因为我下午到了公司之后，满脑子想的就是什么时候下班，我要赶紧回家吃饭，所以我认为到了家之后就是晚上了嘛。那晚上谁喊人家过 OA 啊？对。那接下来就需要看看在我们这个由判断环节中，小鱼究竟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啊？由判断。我们这边会公布3个关于小鱼的陈述句，由小鱼比出正确或者错误的手势。好，那我现在要去定义哪个是正确，哪个是错误，对吗？是的。好。不好意思，吃得很饱。好，这个是正确，然后这个是错误。好，那上一轮呢，我们给小鱼发放福利了。接下来呢，就是给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大家的福利时间了。OK， 如果弹幕有更多的朋友猜中小鱼的答案，我们将从微博明星征集到的互动里，请小鱼随机从里面转出内容，来让小鱼帮大家实现愿望啊！来，上道具。老朋友了啊，这个真是老朋友了。这个作为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后台 vlog 的一个常用嘉宾常见嘉宾，这次他重新返场。不错。好，是让你先提问题对吗？对。好，那我就先让他出镜。好 ，OK， 那我们请小鱼听题。好，子瑜知道自己家里有多少件格子衫？好，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猜测发出来了哦。好，我给大家一点时间，让大家发一下猜测。那我们3、2、1，请小鱼比出手势。我的答案是，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格子衫的人，但是我确实是没有仔细详细的去数过自己的家里面到底有几件格子衫，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件格子衫都有它不同的气质，它可能是帅气的，它可能是酷酷的，然后它有可能是那种比较温暖的，它有可能是那种比较阳光的，所以而且它很多的设计，你们知道吗？它很多的设计小巧思非常的拿捏人，比如说它有的是粗格子，有的是细格子，然后有的印花不一样，有的色彩不一样，我觉得它哪怕有一丁点的不一样，它的整体观感就会不一样。那你最近还爱买格子衫吗？爱买。我现在遇到喜欢的格子衫，我觉得这个好看的格子衫，我一定会买的。是。你感觉刚才大家答对的多吗？我觉得答对挺多的，我刚刚看到一直都是否、错、否。好，那我们小鱼辛苦从扭蛋机里转出互动内容吧。好，给大家听一下这个，给大家听一下这个熟悉的声音。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想看小鱼 N 连拍。我没有说谎啊，真的有。哎呀，撕掉了，不会用赔吧？不会的。OK， 好，我们想想啊，第一个我们就这个样子啊，我说好黑呀。来，这样。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第三个这个样子。然后我刚刚有想过，
这个镜像真的搞得我好崩溃啊！我有点就是左右不分了啊，本来就左右不分啊，就是我直接比这个吧，哎呦，好崩溃！你们不知道对着镜子，然后算了，没关系。但是是帅的啊，是吗？超帅，超帅，加薪，不好意思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道题第二道题。小鱼会在家里面给大鱼洗澡。好，我们还是请屏幕前的大家来先发一下自己的猜测。OK，好，来，咱先发一会儿。好，外面打雷了。好像下雨了，外面下雨了。好，我们3、2、1，请小鱼比出手势。我的答案是所以不会再在家里面给大鱼洗澡了。是的，因为其实大家有看过我这段时间带大鱼出去洗过澡，有在家里头会给小11洗过澡。其实呢，我在家里给小11洗澡的时候，还是会感觉他还是会有一些反抗嘛，而且其实在这方面我确实是没有那么专业，怕自己不专业的操作导致小猫可能会感冒啊或者生病，所以我觉得专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在我还没有学会这个专业技能之前，我会尽可能让他们在外面洗澡。但是他们在外面洗澡的时候，我一定会好好的陪伴他们，因为是陌生的环境，他们肯定会有一些害怕，没有安全感。对的。其次呢，就是不是我故意要说大鱼的体重，但是大鱼这个体重就是现在已经是13斤的小猫，13斤的小肥咪了。也就是说，它真的很实心，你们知道吗？就是每次抱起来的时候，就是起来了。然后我也很害怕，说我给它洗澡的时候，真的你要知道实心的毛啊，这搓就是很麻烦的，很累，也很担心大鱼会比我先累，然后它完全在那不动，对不对？头疼。但是你之前有在视频里说过对，但是大鱼的这个体重是的，我在视频有说过，大家也去搜过，其实知道豹猫的这个品种呢，要到1岁半才是一个完全的成年体，它现在还没有到1岁，虽然说快到1岁了，但还没有到，对，它还是个孩子，你们不要对孩子太攻击，他们只是吃的稍微好一些。好，那你觉得刚才弹幕里的大家都猜的对吗？我觉得大家猜的还挺对的。行，那我们请小鱼来转动扭蛋机吧。好。OK。下一个。想看小鱼分别比出7和6的手势。刚刚是一起，我们现在就分别比一下，好吧？第一个呢，就是喂，这是呢？是啊，怎么能不是6呢？呀，然后7呢，就是这个是7啊，反过来就是7了呀。它是不是7嘛？你看这样拍起来好奇怪啊，所以就是就不如就这样，好，更直接一点。我们今天生日怎么比都对。我是不是得调一下？你现在迅速的调一下吗？迅速。别管了，很迅速了。好。对，没错，这就是极速小。实时的，没卡吗？那可能是我这个设备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第3道题。好，小鱼在23岁这一年里，印象最深的是贵阳音乐节和大家合唱的瞬间。好，我们3、2、1，请小鱼比出手势。我的答案是，等一下，它这个真的很卡。我的答案是的，我觉得大家都说的很对。因为其实这一年呢，我们真的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也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城市。但是你去回忆一下之后，发现我其实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合唱瞬间，肯定
还是贵阳，因为我觉得贵阳那一天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刚刚好的，就像那天的夕阳，然后那天我们一起合唱的瞬间，我们一起经历点点滴滴，甚至我还专门后面为他定制了一支那个橙红色的麦克风。其实后面每次拿到这支麦克风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那些在脑海里的画面反复重演，感觉那一刻背后就一直有着大家的支持和爱啊！我印象很深，当时我觉得我并没有把那首《拥抱你的我》唱好，但现场观众大家一直在跟着我一起唱，我觉得那一天是大家完成这首歌。在那一天，可能拥抱你的我不应该叫拥抱你的我觉得那一天它应该叫拥抱我的你们。其实我们刚刚说贵阳的音乐节，我们这一年也经历过很多不一样的城市，盐城、南京、厦门，各种各样。我们其实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城市，我们现在去回想起来，也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对吧？就像是我说一个小细节，就像是我们当时那个南京场的时候，我们开场从那个台下一点点上来，我们在因为南京场是第一场，第一次站在属于我和你们的那个场合去唱歌，我也很紧张。从那个台上上来的时候，但是前面会有一个音球，然后那个大屏幕还没有开，我在孤零零的站着，但是两侧的就是大幕边上的两侧的观众一直在对我打招呼，一直在跟我说加油加油，你可以的，你终于出现了。我觉得那一刻，我的天哪，我觉得好像真的我要去面对的并非是一场考验，我感觉更像是一次我和大家一份双向奔赴的爱。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起合唱那个好想好想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当时我把这首歌作为就是那个歌单里的时候，其实没有跟粉丝的朋友们去说，这是当时一个惊喜。所以那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大家听到那个前奏的时候，感觉大家声音一下子能把那个屋顶都能掀翻，我的天哪！然后后面我们还一起唱了那个，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好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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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在一起我现在想想都会觉得天哪，超级无敌幸福，是吧？就那个时候真的，不管是每一站都给大家准备新的发色，然后每一次尽可能的都往里头多塞一点小惊喜，让大家看到这段时间我的变化。所以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岁我们虽然经历了很多，我们一起成长了很多，一起有很多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很动人的分享，相信小鱼此刻的心意，我们屏幕面前大家都已经感受到啦。好，那我们这个由判断的小环节就先到这里了。我们先撤一下道具，好不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把桌面收拾干净。没事啊，开开心心的日子不要哭，不着急。OK， 那我们小鱼刚才也提到了过去一整年的这个经历啊。你对于过去一年里你完成了多少事情，有没有一个概念呀？其实你要我详细去想，确实没有一个很直接的概念，但是总觉得这一年好像发生了很多事情，完成了很多事情，经历了很多。那我们其实是有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把小鱼从这个去年生日到现在音乐节演唱会的部分做了一个小小的路线，来一起看看吧。我们请上 KT 板。哇哦，天哪！不好意思，磕到牙。我们一张一张看吧，我们从第一张开始看，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看得全。哇，都能看到吗？这一年我们其实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城市我们想想别人还看到
这一场大家有印象吗？这个是盐城音乐节，这是人生首场大型音乐节，这是我第一次站在那么大的舞台上和大家见面。第一次哇，大家都不知道，其实在当时上台之前呢，然后包括在台上的时候，上台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台下会有多少人，然后上去之后，哇，整个人会被冲击到，现在想想都会觉得很紧张，感觉那个时候腿都在抖，真的没开玩笑，一直在抖。然后后面呢，贵阳音乐节，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贵阳音乐节是唯一一次演唱了《你过得还好吗》。后来你过得还好吗？这首歌就放到演唱会的安可环节作为惊喜跟大家见面。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因为安可其实更像是一个给大家的惊喜，你不知道我会去唱什么歌。然后你过得还好吗？它前面会有3个卡片的声音，每次都会那个踩着卡片跟大家最后我们说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跟我们一起嗨起来好吗？所以对于我来说，你过得还好吗？这首歌也有很多特殊的含义。最后呢，还有呢，就是常州音乐节，那是第一次连续2天2场的舞台。当时就想说，既然是连续2天的话，那我想说让不管是在造型上还是音乐表达上，都给出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2个形象会更好。所以我们采用了2个妆造，2场不一样的歌单。我现在想想，其实觉得大家都还挺惊喜那天的那个，是吧？还有很多 Too Deep 的 solo， 第一次和伴舞老师在天津，然后那个头发，中秋泸州的那个音乐节唱的那个想见你，赣州的第一次首次唱10首歌，你想我们这个是10首歌，盐城才当时是5首，一下，我们来看第2章好不好？哇，第2章映入眼帘的就是第一个莆田音乐节首次架子鼓 solo 开场。天哪，那个时候其实学架子鼓也没有很长时间，然后真的是下定决心，也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准备把架子鼓搬上来。但是大家还没有看到昨天晚上给大家发的那个生日礼物，是不是那个趁黎明来临前说爱吧？那个鼓酷不酷？是吧？那我以后就可以说什么？我可以打鼓给你们伴奏，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担心说什么我们在比谁的声音更大。那我来做那个演奏者，你们来做这个歌唱者，我们共同去完成一首歌，好不好？然后呢，哇，好多！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环节了。杭州音乐节跟告诉大家，我们马上就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地方，然后紧接着迎来的就是人生首场演唱会，有点意思的开场，南京现在想想，时间过得真的很快，4站一下子就过去，也是后面武汉站第一次连开3天，那时候老师问我说：“你 OK 吗？你觉得你自己能开3天吗？”我觉得说，我还想多演1天，我觉得 OK， 所以当时就坚持下来了。包括我们最后的有点意思巡回演唱会第1阶段厦门站的收，哇，其实，在那一天，我能回想起最后那一天的那一天，我登台之前走过的那一条道，我会感觉有一种不真实感觉在。哇，4站这么快就结束了，第1阶段这么快就结束了，我们好像所有发生的东西都在昨天，但是一想，其实整个过程我们都是很幸福。最后，其实那天结束的时候，我从台上下来，回去就懵了很久，不知道自己就是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在那呆的，可能还是沉浸在当时那个演唱会的氛围，太幸福了。多好这1年，那看着自己一步一步走来的印记，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其实我可以把它放下吗？可以啊。我先把它放下，这样的话讲话会。其实跟大家分享，我现在想想这1年过得，或许对我来说，从于今天的我而言，可能会让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但是于去年的某一个时刻或者很多的时刻，那个时候的我可能是一个比较难以坚持的瞬间，可能很多的时刻都有想过要放弃，遇到很多的挫折，其实真的说，要不然就是我们换一种方式，怎么样，但是最后都坚持把它做下来。其实我也很感谢那个曾经一直在坚持的自己，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对未来的生活能够多一点勇气，多一点坚持，多一点信任，坚持做下来，或许真的会收获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天哪！好，那除了公开的活动以外呢，我们也准备了另一份的总结，因为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小月也有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好，我们请上 KT 板。耶！我可以直接放在这里了。我直接可以放在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我还可以把头放在这儿。好 ，Thanks。那我们小月有没有发现这个时间信息现在是隐藏是的，我们现在这个上面所有的时间信息都是隐藏的。我们要先念一下。待机最长的一天工作了多少个小时？最早开工的时间是？最晚收工的时间是？几点你还在回复工作消息？近1年积累上课加练习时长总计多少？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看咯。一个一个来。好，那我们在撕之前咱们先简单的互动一下。当然，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下。那我总不能一个人自顾自撕完，我说原来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待机最长的一天时间工作了多少个小时。这个你有印象吗？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当时拍 Too Deep 的那个舞蹈版 MV 的时候，因为那天我们真的其实蛮早就化完妆，然后和大家都到了那个拍摄的那个棚子里，一直拍到了我记得凌晨3、4点多。哇，那天真的是所有人都感觉到最后眼睛都直了，就是我们可以撕了吗？好，现在撕开看一下。16个小时啊，比我想象的确实是，我就不说多少了。待机最长的一天工作时长是16个小时。没错，就像小鱼刚才讲的，就是在拍摄这个 Too Deep 的时候，你还记得那天的状态吗？我记得啊，其实那天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我们要去完成一个作品，我们要把这首歌拍成一个舞蹈 MV。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很有冲劲的，但是我们一遍一遍拍。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导演啊、舞蹈老师，还有舞团老师们，其实真的很辛苦，陪着我一遍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去跳、重复去拍。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那一天真的大家都燃尽了自己的所有。我觉得大家都做到那一天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咯。好，最早开工的时间是？最早开工其实我觉得最早开工应该是爬长城那一天，因为我们那一天我们要想说爬长城那一天，第一是因为除了爬长城的拍摄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拍摄，其次呢就是长城那个最早去爬的话不会排队那么多，然后也是比较顺畅的，所以我记得那天我好像3、4点就出门了。对，那这个时间会不会有出入呢？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出入啊，因为它开工和出发的时间毕竟是不一样的。我总不能说我脚迈出那个家门了，我就开工了，那不太。那我们来看一下吧，揭晓一下。好，那我们最早开工时间是大家猜一下，我看一下大家猜。其实很多人猜到，有人说了答对了，确实。5点钟，早上5点。你应该是4点多。对，因为当时住的地方离长城很远，所以我们要先提前找到一个近一点的化妆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出发就会很早。那长城在北京的人都知道，老远了。那小鱼觉得平时需要早起的工作多？其实我们平时需要早起的工作，很多时候像前段时间的那个练车啊，自己学车，其实就是每天都是很早的起来，但那个时候是很快乐的、很兴奋的。然后后来那个拍那个赶集早市，
那天也是真的很早，我很印象很深，因为我们那天早上去了之后，我们赶完集之后，我们拎着大包小包说上车，大家都很默契的，一句话都没有说，倒头就睡，包括我，是，所以我觉得早起工作也会开启一个比较好状态的一天。其实我最近我的状态也是早起了很多，相较于上半年的我。好，那我们早起的工作看完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好吧。最晚收工的时间是，那肯定是 Too Deep 那肯定，那绝对是，因为好像确实是没有比 Too Deep 更晚的时间了。好，那我们请小鱼撕开。好，哎，凌晨3:34，哇，你们居然能准确到时间吗？分钟吗？就是你们掐着点说，好。哥，现在收工了。现在的时间是凌晨3:34分32秒，然后几毫秒，对吧？是这个是吧？是这样，是因为你就是收工以后呢，我们在工作群里发消息，看到那个消息的时间。你们OK， 哇，其实那天真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中间有那么几个小时，感觉大家真的很累了，因为那天那段时间还是夏天，那时候那个吹那个。拉了一个空调机，拉了一个场馆，所有人都在那个空调机下面。我记得当时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当时喝那个舞团老师们喝那个就是能提神的能量饮料，然后他们把那个一个个能量饮料的小罐子对那个小山似的那么高，真的毫不夸张，比我人还高。可想而知，就是其实大家都为此付出了很大很大的努力。包括但是我们最后2遍的时候，我感觉大家就是知道，我这2遍跳完我就要收工了，所以每个人都是。跳来，很激动，真的，我也是，拼尽全力的去跳。对，就是我感觉就是越夜越有精神，越夜越有力气。当然了，回去之后真的就是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我们看一下什么时间段我们小鱼还在回复工作消息呢？其实我回复工作消息，我晚上回复会比较多那你觉得这个时间段它应该是指晚上？我大概率是指晚上的，那最晚了呀，我总不能说最晚的回复工作消息是晚上7点。好，我们撕开看一下。OK， 我们看一下，是凌晨1:36，你们也是的，又是准确到分钟了。1:36，其实真的还好，我觉得没有很晚那个时间。说实话，我觉得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们1:36睡了吗？也许有的人喜欢早睡了。你们睡了吗？我问的是观众，没问你们。你们搁这点什么头？OK， 其实确实就是，我觉得回复消息这个事情不管多早多晚，只要是我能看到的，我都会第一时间去回复。之前呢，可能还是会出现，比如说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就是可能自己会比较先放脑袋里耗一耗，想一想，再去思考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慢慢的，我自己也不会这个样子了，因为我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工作都需要到我这里，我给一个回复，我给一个确认，然后这工作才能会往下进一步的推进。所以第一个呢，是为了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负责；第二个呢，也是对所有外部的合作伙伴负责。是的，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喽。近1年累计上课加练习时长多少分钟？近1年，我先讲一下，这个上课加练习时长是把你的架子鼓课、声乐课、乐理课加在一起的时间。感觉有一种那个邀功的嫌疑。那你觉得会有多长时间？我觉得我觉得会有很长时间，因为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就是生活的节奏内，就是每天不是在上课的路上，就是在上课。每天在车上想的就是我今天要学什么。每次在回去的车上想的时候，我等会儿回去还要练什么。好长一段时间，就感觉每天就是去上学，你知道吗？背这个小书包，背这个小包，我要走吧，出发吧，我要去上课了。然后那个包里不是装着台词本，那个不是歌词本，就是那个架子鼓的鼓槌静音垫鼓垫，然后耳机之类的。就是我会发现很多的时间都是一直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那我们现在撕开看看。哦，好啊。哇，给大家看一下，22000分钟，这一年积累上课加练习时长约22000分钟。我没有什么概念，我要计算。好，不逗。其实我会觉得这个时间呢，它过得快也是快，慢也是慢。因为其实每次在上乐理课的时候就是很煎熬的，上架子鼓课的时候就是很快的。366.66667小时是吗？啊，还是可以。所以啊，我现在想想，真的也很想说，哦，15.2天，可以，好，不用再给我看了，达到我的节奏。OK， 我要说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感觉是不是还学了蛮多东西？对，真的学了很多的东西，但是说真的能给大家展现的东西，确实就只有那么多。你看我这么长时间，确实是给大家展现了这样架子鼓的一首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未来也很期待说我可以更自信的把自己学的东西展现给大家。加油啊！好，那未来这个上课的时间还是会再翻上一番。等一下，那个奖励呢？那个奖励怎么给我收走了呀？现在觉得那个奖励的用处大不大？好像有点大了。对。但是啊，话说回来，还是要多上课的，多上课，多学习嘛。因为我觉得只有在学习，人才能逐步进化。我也有听同事讲说，最近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开始记各种乐理笔记了。因为不是这个乐理笔记，确实是它的那个书面知识啊，然后除了书面知识之外，还有就是磨练自己的耳朵，这个方面确实我特别的欠缺。我自认为我在音乐上还是比较敏感，但是在听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时候，像个音痴。那现在应该是蛮有进步的。不能说，我觉得不算是有很进步的东西，但我觉得就是在上课这件事情上，除了我一个人在付出时间和努力之外，在这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不管是工作人员付出的努力也好，然后为此备课啊，然后为我上课的老师们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其实也想趁此机会跟每一个对我倾囊相授的各位老师们说一声谢谢，真的非常感谢这一年教我这么多的知识，真的没有你们，我真的感觉现在还是个小白。好，